澳大利亚称，印太国家反对由单一大国主宰未来，这是在敲打美国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元绍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澳大利亚的军事安全战略就是抱美国的大腿。不过，最近澳外长黄英贤似乎向美国说起了不。他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说，中美正在为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展开博弈，中国和美国必须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，而不仅是较量谁才是印太地区的老大。黄英贤警告中国比较正常，但关键是他实打实地警告了美国，希望美国负责任地与中国沟通，避免台海发生军事危机。澳大利亚与美国有着密切的安保关系，以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维持着广泛的经济联系。表面上看，澳大利亚似乎想要走一条平衡路线。黄英贤认为，亚太各国不想生活在一个封闭、等级分明的地区，一切规则都由一个只为满足自身利益的超级大国来制定。所以，澳大利亚需要核潜艇来发挥影响力，以开放、稳定和繁荣的方式塑造印太地区。他还认为，爆发台海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，维持现状比任何选项都来得好。如果你以为澳大利亚真的要在中美之间走平衡路线了，那可就错了。因为黄英贤这位华人外长所提到的重点还在后面。他说，如果没有美国以及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保障，印太地区就不会享有长久不间断的稳定和繁荣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，澳大利亚想要的只是一边与中国做生意挣钱，一边让美国的军事力量继续主导印太，而且澳大利亚军队还会帮助美军。黄英贤采取了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，就他而言是支持美国反对中国的。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黄英贤这位女华人外长对中美的态度呢？首先，澳大利亚从本质上仍然希望美国领导印太，自己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下发展。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，澳大利亚需要做出一定的付出，而且增加军事力量是为了威慑中国。他所有的理由似乎都在为澳大利亚加入奥库斯联盟，花费2500亿美元采购核潜艇的合理性做解释。黄英贤的言论证明，澳大利亚原本就是美国霸权的既得利益方。他嘴巴上说的冠冕堂皇，实际上是要利用强权联合来霸凌世界。澳大利亚原本就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，美国害怕中国崛起成为亚太的主宰，而澳大利亚可能比美国还要害怕。毕竟这个国家在骨子里就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制定合理的国际规则。最后，中国与澳大利亚打交道没有问题，在军事安全上进行沟通也可以，但是必须做好澳大利亚被美国裹挟着介入中美军事冲突的准备。虽然黄英贤利用自己是华人的优势，在改善中澳关系问题上可以做出贡献，但是不等于他认可中国的立场。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是中国，黄英贤甚至希望中澳贸易不应该受澳方挑衅的影响。他甚至把中国的反击称为胁迫，这个话本身就是颠倒黑白。当前中澳关系缓和，符合两国的利益，但是只要美国决心武力干涉台海事务，澳大利亚军队又极有可能会加入。这在最近一些年美国发动的任何战争，往往都有澳大利亚人的身影，就能看出来。总体而言，澳大利亚或许反对美国主宰印太，但也反对中国主宰印太，但他一定会支持美国领导下的印太，而且还要建立强大的军队，帮助美国领导印太。至于中国，只不过是澳大利亚一个挣钱的贸易伙伴，他们才不会关心中国应不应该统一，甚至从骨子里就反对中国统一。对此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